Yo, what's up? This is Big Bang in the building. 今天要来和大家简单聊一聊魔兽的生涯经历以及台湾首战。短浩尔在第4节开始加足了自己在进攻的马力，对，也开始可以看到他自己带球去做动作，面对篮筐、背对篮筐的一个单打。云豹首先恭喜我们的魔兽 ，A.K.A. Superman，OK， 来到台湾。桃园云豹可以请到魔兽，绝对是震撼弹之一。这真的是要给桃园云豹大大的 respect，OK？不过，虽然最近馆长的事情，我个人认为还是处理到不是很好啦。多嘴说一下，小弟我并没有特别挺谁，但这样的公关声明，其实真的不知道在冲啥小。想知道云豹是不是有受到这方面的压力，所以赶快发声明，不然一个球团怎么会无缘无故跟自己的赞助商切割？而且馆长也没这样说，魔兽在帮他代言啊。是在说什么台湾代言品牌，我真的是看不懂大家在勾啥小啊。OK， 可是我个人认为云豹在处理这件事情格局是小了一点，但不用紧，这不是今天这件事情的重点。今天我们最主要来聊一聊以前魔兽是怎样在 NBA 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然后最后转战到来台湾，以及他首战的精彩瞬间。魔兽 A.K.A. Superman，OK， 2004年第2位最年轻被选上的状元，是除了我们的老詹以外最年轻的状元了，被湖人队的卧底专送状元魔术队给拿下，并且上一位传奇中锋也是魔术队所选择的大鲨鱼，以状元的身份来到 NBA 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在第1年，我们的魔兽只拿到了12分10板，但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怪物真正的开始。之后的魔兽不断的在 NBA 打滚，学习了被打以及防守，实力大大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，不只是完成过20分20板的壮举，甚至还以 12.5 个篮板位居篮板王第2名，是当时候 KG 的下一名而已。可以看到整个系统化的训练让他进步了很多，之后到第3个赛季也带领魔术进入季后赛，当年也是年度第3队和篮板王，只不过到了季后赛便被活塞狠狠上了一课就是了。但这才是魔兽刚开始要展现实力的阶段，禁区开始成为他的游乐场，每个尝试切入的球员都会被他很像打排球那样打飞出去，并且在篮下肆意的灌篮抢篮板，还给自己带上超人的这一个称号。但超人的这个称号其实也有一段故事，这个事情呢就很快引起我们的大前辈O'Neal的不爽，因为大鲨鱼之前的称号也叫做超人，这导致魔兽也被鲨鱼说他并不是 Big Man。 不过这也不影响一部分的球迷认为魔兽就是 Superman 的印象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？这是因为他之后也在例行赛缴出45分的变态纪录，并且曾经在季后赛摧毁了大家所期待的23 vs 24，也就是 Kobe Bryant 对上 LeBron James 的戏码。当时的 Howard 在面对我们的 God， 也就是 LeBron， 可以说是完全不害怕。你们要知道 LeBron 当时可是 38.5 分 8.3 篮板8助攻的魔鬼数据，但 Howard 同时也缴出 25.8 分13篮板 1.2 次火锅，最后直接挺进冠军赛。虽然最后还是被 Kobe 横扫，但同时也让很多人看到了 Howard 的精彩表现。接下来的魔兽不只是连续入选全明星以及第1队，甚至还完成了3届 DPOY 的壮举，但是魔术队依然挺不进季后赛，就算找来了许多帮手也不行。原因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魔术队当时的核心还是魔兽，除了因为大3分以及小球时代的开始导致逐渐吃亏以外，魔术队选出来的中锋都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罚球基本都不大行。
所以当时候有许多的球队对魔兽执行了最知名的战术 Take a Shot，OK，而且曾经在2012年的比赛当中，魔兽罚了39球，刷新了 NBA 单场个人的罚球记录。但这个战术也非常成功的让魔兽丢失了18球。当魔兽和教练透露不满，却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，最后便选择想要转队到别的队伍。在隔年也产生了新时代的 F4， 也就是我们的 Gasol、Howard、Kobe 跟 Nash。但结果是因为自己也无法融入到湖人承受的 Kobe 战术体系， F4 马上就像流星雨一样坠落，直接被马刺送回家。其实这里我还是想要吐槽一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湖人很喜欢搞这种 F4 还是三巨头。你认为三巨头一定能成功吗？能够吗？ OK， 但魔兽在经历了湖人的洗礼之后，就一直漂流在各个的球队，黄蜂、老鹰、篮网、巫师等不断的漂泊。因为伤病的困扰，一直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，最后在2019年又以底薪的身份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。只不过此时老大再也不是 Kobe， 而是曾经的对手 LeBron。 这次回到湖人队的魔兽也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，在这次湖人队的定位做好了绿叶的角色，哪怕有时候他连上场的机会也没有，但只要他在场上就可以将一切的东西都做好，他一定会为球队做好最完全的贡献，挡拆、卡位、抢篮板、主攻，最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冠军戒指。但却在赢了之后的隔年，湖人队并没有意愿和他继续续约，而其他的球队也无人问津。我相信这是他在 NBA 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刻。但一直到他得不到回复的这个同时，他做了令人震惊的举动，就是空降到了台湾桃园云豹队，来告诉大家，我的传奇旅程还没有结束，我才要继续开始。这就是我们魔兽的故事。好，说故事时间结束。回到来，魔兽在台湾首战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。我可以说他是台版詹姆斯和小丑的结合体。但网上有许多人干爆云豹的球员打得很差，配合不到魔兽啊。首先我要说，我个人也是觉得，确实是有点配合不到。但人家第一场比赛，你是希望可以磨合到多好？不过也要感谢霍华德 ，OK， 后面我都要用霍华德来表示我的尊敬。他来到台湾了之后，我才有认真研究一下台湾的球员。其实云豹有几个球员还蛮不错的，例如像罗振峰，哇，最后一球的关键3分实在是太漂亮了。而且我再回去看数据，2分出手9中8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角色球员。而且阿巴西的狂魔数据就真的很神了，打得非常的不错。虽然大家都把重点放在魔兽，但我相信只要你们再去观察一下台湾的球员，给多一些鼓励，霍华德以外的球员，你们也需要给他一些 respect， 台湾的篮球才能变得更好。前面上半场的感觉，我觉得霍华德他并没有打出全力，我感觉打得也蛮普通的。但是下半场就真的能完全看出来，身体素质不一样，他就是不一样。他从1号位打到5号位，真的和别人是不同的等级的。这场比赛的 highlight 大家都可以上网查看，可以看到霍华德在篮下的主宰，也可以看到他在台湾所出手的跳投，确实在比他在 NBA 更加的流畅。只不过，我认为在对于魔兽的战术上，其实还需要有一些改进。因为我发现到这场比赛，魔兽很多时候都不是在低位拿球，他在中位的时候被包围的时候，只可以往外传，或者被包夹的时候，只能做他不擅长的跳投，又或者只能在中距离或者3分线出手，导致我觉得魔兽在第一场的比赛打得非常的坎坷。如果是在低位出手，魔兽应该可以直接进攻篮筐，并且发挥身材优势，分分钟那时候连 OT 都不需要打了。
除非你是说云豹的这个定位就是让他高位持球，想要训练一下霍华德组织的方式，说不定能让霍华德升华了之后再回到 NBA。不过目前单凭一场还不知道魔兽接下来的方向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我相信他在台湾会有更好的发展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关于台湾篮球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小弟也能研究研究。如果有什么推荐的管道让我可以直接观看比赛的话，也可以告诉我啦。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